苏杰生与秦刚45分钟的交锋，证明印度已深陷中印边境战略陷阱，其保持强硬态度的底牌是什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印度时报》报道，中国外长秦刚近日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在 G20 外长会议上进行了交锋，双方共谈了45分钟。秦刚外长对苏杰生强调，中印两国要对分歧进行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应当摆在适当位置。而苏杰生的态度却硬得有点过分，他强调，中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印度主张的边境条件必须得到全部满足。看明白没有？苏杰生的意思是，只要印度认为属于印方的领土，中国就得让给印度，否则就不同意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提倡中印合作大局，而印度却提出要先解决中印边境矛盾，而且要求中国完全按印度的主张来，企图蚕食中国的领土，却还显得理直气壮。这种事儿也就是印度人能干得出来，但是你要是以为苏杰生是个二愣子，那就错了。印度此时对中国保持强硬态度，还真的有这么几条重要的理由。第一，印度正在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来对付中国。美日印澳合作协议最近刚刚发表声明，虽然未提及中国，但是字里行间全是中国，无非就是警告中国不要以武力改变台海和南海现状，同时还指责了俄罗斯。如果再看看印度首次在 G20 外长会议的公报上同意谴责俄罗斯侵略，莫迪政府的屁股明显坐在了西方一边。有了美西方的撑腰，苏杰生气焰嚣张就可以理解了。第二，印度必须在边境线上对中国强硬，才能在美国那边拿到足够的好处。印度很明白自己的地位，无非就是美国玩离岸制衡的关键一环，不是美国喜欢印度，而是美国为了对付中国需要利用印度。所以印度不能让中印矛盾没有爆发点，否则美国人就会感到失望。此外，莫迪政府还等着承接西方从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链，他们认为这是印度未来发展的重要机会。第三，莫迪政府为了迎合国内的对华强硬派，也需要在中印边境保持紧张的局势。印度现在距离下一次大选已经不远了，在边境问题上对中国叫嚣，在国内就是一种拉选票的有效手段。第四，印度似乎看准了中国不想恶化中印关系，毕竟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台海问题、中美问题，也就是说把战略重点放在了东南方向。虽然中国不把印度当成有威胁性的对手，但是印度人一直把中国当作最大的对手，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因为印度人念念不忘的是1962年的惨败，总想着挽回一点面子，而中国人眼中的对手只有美国，根本不愿意在中印边境问题上浪费太多的精力。但这不等于我们会放松警惕，不采取防范措施。苏杰生可能忘了，中印边境问题涉及到中国的领土主权，解放军怎么可能放弃一寸领土？而且在加勒万河谷事件之后，中国方面极大地加强了中印边境地区的军事设施建设，最近还公布了西藏地区的铁路和机场发展规划。随着中国在中印边境投入更多资源，正在打造出对印度军队具有碾压性优势的军事态势，这让印度人更受不了了。其实现在的印度政府在面对中国时也是处于两难的困境，一是在边境地区与中国展开基础建设大赛，根本就没有赢的可能，只会让印度感受到更大的压力；二是在对外贸易上，印度还离不开中国，因为没有中国的投资和帮助，印度的国内产业链根本就建立不起来，甚至还要承受巨额的贸易逆差。三是印军与解放军保持紧张对峙时，还得小心翼翼，不能擦枪走火，否则后果很严重。要是被解放军再暴揍一顿，那就不好玩了。四是印度实在没有能力，也不大愿意将更多的军费投入在中印边境地区，消耗宝贵的基础设施资源，因为中国在中印边境地区搞建设不会影响国家和军队的发展，反而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可印度就不一样了，军费本来就有限，其基建效率又极低，长期耗下去，对印军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陷阱。所以面对苏杰生的强硬言论，
中国只需要呵呵就可以了，你嘴上喊的调门再高也没有用，大不了我们在战场上说话。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